骏马，这一只很厉害，等很久了哈。而且兽首我们也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这一次是最新的马，骏马。对，骏马，好像风评口碑都还不错。对啊，对。那你们有没有先闻过了？好像有闻过一下下，刚刚陪客人闻了一下，还喜欢吗？清爽，清爽。OK， 来吧，那我们先试一下，边跟大家讲一下这只马这一次的特色，觉得这次的那个马头做得很漂亮，没有尖尖凸凸的了。对，就不用整理起来会比较方便。他也说那个里面的箱子，他们都那个尖尖都会吐到里面的破掉。很柔软的草香味耶，对，很像，不管马在吃草了，或者是踏在高山大草原上，都有带来这种嫩草的味道。因为他说这一次马的角色是庄园里的园丁。哦，可以，不期而遇的分歧啊！怎么跟我不是？他是园丁哦。对啊，不是吗？没有啦，我只是看到他是那个不期而遇的分离夫人，就是那个花豹的情人。哦，对啊，但我不知道他是园丁。他是园丁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所以他才会这么关系认识的嘛。哦，绿骏马，这很像超绿家里的长公主，然后最后跟长公在一起的意思是一样的，是吗？哦，有吗？长公主是举例，假如说在这个台湾比较早时期的时候，不是经常有这种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结果喜欢上长公嘛，对不对？园丁的儿子，长公的儿子，对。好，来，那这一支目前前调，我觉得很软绵绵的呢，对不对？我觉得它前面很干净。对。它那个干净是什么香调？麝香、米香，就有点米香。我还是觉得有一点鸢尾或紫罗兰。OK， 是紫罗兰啦。是紫罗兰。那它把这种舒服的柔软度呈现出来，但带一点绿感，所以我才会说很像草啊，很蓬松的草啊，有一种草叫地毯草，对吧？有，它是剪得很齐的。对，看来这个园丁有认真工作，好不好？来，那Cindy的目前前蛮柔软，我觉得一开始就闻到绿调之中还有带一点美食感的那种坚果类的香气。然后还有带皮革感，我觉得它的皮革香也还蛮明显的。皮革，我一开始闻到的时候，对，它就有那种就是皮革味一直飘散上来的感觉。这么说起来，我就是闻到干净的皮革，紫罗兰鸢尾那个感觉有这么一说，确实那个皮革，因为马跟皮革就是分不开嘛，因为马鞍就是皮革做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皮革感出来，有，它那个皮革香还蛮明显的。我觉得他们那种故事线都还蛮有趣的。对，就布兰奇夫人，她本身因为花豹，它本身也是带蛮绿的花香，风信子啊，带蛮绿的绿感的花香。那这个骏马的味道，我觉得跟花豹夫人呢是蛮搭配的。对，所以他们有一个延伸性。就有男士，就是凑成一对是还蛮适合，但无奈就是花豹夫人已经是夫人啊。对，那这个人家说，同样在一起久了就会产生相同的味道嘛。对，气味相投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好，那可能是这个暗通款曲久了就有一点。差不多的味道，这样，好吧？我这样说，学姐笑得非常的开心，觉得好像跟最近的时事不谋而合了。这个任何时候都有这种类型的时事，对，好像其实一直都有啦，只是有没有被爆出来，不是？应该很多。好，来，那学姐这一支，你会
给你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呢？在什么场景之下嘞？我觉得它很适合你做户外活动的时候喷啊，真的很大自然的香气，然后很清爽。对，当然，其实台湾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清爽的香味，它会用在各种场合，他们都会觉得 OK 的。就是如果你追寻一个很干净的香味，马绝对是一个 OK 的。然后它在干净之中又带有一点点层次感。因为我刚刚认真看了一下香调表，它有开心果。但是它是坚果的那一种开心果，所以你只会闻到一点点，就是你剥开开心果的时候那一点点那个壳的辛辣感而已，但它没有到被乳化完的那个感觉。对，然后它就是在干净里面多一点点轻微的坚果香。是 OK， 好，那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支可里可外，为什么可里？因为我也闻到那个马厩的味道，因为马厩你养马在里面嘛，皮革啦，或有一点稻草的味道啦，或者是这种室内，因为马也会有它的腥臊味嘛，对吧？动物感，这个里面也都有，所以可以在室内，那也可以在户外，因为你有闻到那个绿色的草地。松松软软的地毯草，整片草原的味道，所以我说这支是可里可外，给我这2种室内跟户外的画面。那 Cindy 嘞？我刚刚就在看说，既然是花豹夫人跟这个骏马先生的那种神秘的恋情，那我在想，那花豹夫人的先生是谁？这样，我想观众可能也会好奇的查一下，是公爵。Lord George 鹿是，对，鹿比较木头，对，对，没错，那鹿对它比较木头，比较沉稳一点点。那我觉得骏马它的味道就稍微再活泼一点点，但它比较像那种就是比较不羁的那种个性的感觉，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拘束感。没错，通常在里面的都很无聊啦。那在外面都比较奔放嘛，对不对？多半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公路的味道也比较柔顺一点的味道，没有？对，就是比较贵族。因为花豹夫人她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尊贵的形象，就是贵族的形象。是啊，贵族就是限制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不对？那你久了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之下，禁忌的爱情，对你自然会想往大自然去探索嘛，对不对？对，踏出家门的第一步就看到园丁。我觉得他盒子上画的图案啊，就在描绘他的故事。他跟园丁一定做了很多是他跟她老公不会去做的事情。是啊，通常都这样啊。对啊，如果还做跟老公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就不会有，就不不需要园丁了。对，会带他去骑马。是，好，来，那这一支。Cindy， 你建议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跟场合嘞？就是可能是在比较那种欢庆的场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它这个味道是会让人家觉得是有一种自由奔放的感觉的，对，是可以，然后你可能会比较向往它，因为它有带一种那种好像野地呀，然后草原啊、马奔跑啊那种，就有那种比较自由的形象在里面。而且我渐渐的开始出现一些烟熏感出现，有，对不对？也有，所以它的烟熏感会让我觉得它就是比较那种偏牛仔，但它也不到那么西部牛仔那种感觉，还是比较还是有英国的那种绅士感，还是有在里面。对，没错。这一支让我更联想的是去欧洲的时候，不管它的气候啊，或者是人文的这种舒适度吧，可能或许你一个外国人到了他们那边，你看他们是外国人，他们看你也是个外国人，就完全在语言不通，或者是你就是可以静静的欣赏这一切，然后默默的走在那边，他也不会理你，你也不会理他，这种惬意感。我这一个非常有置身在欧洲，不管是在老城区或者是石板街上的石头城墙。石头城镇，我觉得都相当有这种欧式的气息在里面哦。是的。好，来，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后调再回头跟大家讲这一支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待会见，拜拜。
马回来了，骏马。对。后调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学姐先说。我觉得就是在公园里的感觉。公园里，我会想到那个花园哦，北投公园那边不是有个北投图书馆吗？会让我想到那里。就是是很户外的感觉，就是很户外，然后绿油油的，然后空气里除了绿色的元素之外，你会闻到微微的石头香气，就是因为北投山上不是有硫磺嘛，可是你在山下的时候不会闻到那么重的那个，你会闻到是有点像石头的感觉。好地点，那我却闻到有一点椰奶的香味，有一点椰奶的香甜感。在这个后调，香甜是有一些，很像两个人约会的时光嘛，总是有更多的甜蜜在里面。那因为平常还是要认真的打扫庭园，那也不能时常的聚在一起嘛，对不对 ？OK， 那所以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很像。椰奶的香甜和在一起，好，那奶甜甜的，对，那 Cindy 的后调闻到了什么？我觉得它的那个皮革香还是蛮明显的，就是有一点微辛香感的那种皮革香气，我觉得会让我想到就是很像在那种户外的那种农场，然后有那种。马厩，然后旁边是那个围着栅栏的那一种很大，不是那种小栅栏，就是很大那种，有点像以前那种，就是电影里面它有那种比较乡村的，然后有那种就是马它可以在里面奔跑的那个味道。OK， 好，那这一支后调跟前面落差感会不会大？应该说落差不是落差啦，应该说前后调的味道有没有变化很大？我觉得有变化，有变化。可是它在我身上，我觉得它是很完整，在呈现一个就是庄园的氛围、绿意感。对，它可能是一个有层次的绿意感，因为不只有绿色元素，它会有一点点矿物的香气、皮革的香气，但都是在户外你会闻到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闻到，还是有一点水汽感。水汽，不知道，就是它就是会有一个，你是在户外那种凉凉的感觉，你不是在室内闷住的感觉。对，没错。好，那因为为什么特别说这是两个情人在一起的时光，两个拥抱，然后特别珍惜这个时刻，和在一起，因为这个会让人家。椰奶的香气有一点水乳交融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因为它是那个都一直往那个方向想，所以你就知道男生跟女生想的，男生到底脑袋在想什么，就是我不代表全部的男生，赶快先讲一下，道歉各位哈。OK， 来这一支你们会分别给他几分？Cindy先，你先。9.2，我现在都要把那个分数拉开一些，不然每次都9.5、9.6、9.7这样子，然后这样好像没什么差异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它的前后调的变化不大，它感觉就是比较淡一些，因为前面就是可能它的坚果香还有绿意感再重一些，然后后调我觉得它的皮革再稍微明显一点，但是整体的那种柔顺感就是虽然蛮柔顺，它有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对，但是它的味道也是会让我联想到某些潘海利根的味道，还有那个基底，再一闻就知道，潘海利根的香水是，但它可能就是跟我们之前接触的其他兽首的，还是有做出一点点一些差异感啊，因为它可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它是偏美食一点点，我觉得它一点点也没有到那么的美食感。你边讲，我觉得有一点像。椰子的酥饼，椰子口味的酥饼。对，因为它前面说就是开心果嘛，开心果就是会有一些那种坚果香气的感觉，对，然后绿意感也有。对，
对，其实基本是一支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味道啊。是，OK， 好，9.2，对啊，学姐9分，9分，好，9分原因呢？我现在都把分数拉它在我身上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可能因为我体温比较高，所以它前面其实那个有一点坚果香，有点绿盎然，然后木质调这样一直穿透过来，那个层次感的表现很棒。对，可是后面变得很贴，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子拿起来闻，我感受不到它。对，是，所以9分。9分，好，那可能我们强烈的味道也闻多了。这一支我觉得相对以潘海利根的价格来说的话，当然以我们这个淡香精比起来，会觉得当然希望它再更强一点啦，应该会有这种期待感。对，以它的价位。但不过英式的香水大概就是这样子，温稳的。对。提供你参考。以上我们的你有补充？但也有在别人身上，就是在客人身上，他有跟我说他觉得很持香，所以有可能要看当天的气温跟自己的体温啊，真的蛮看个人的，就是我们要稍微对，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重度口味，对，然后中度，然后可能要看你的那个口味落在哪边，对，它算是标准型的啦，是它没有特别的重，但你说它很飘渺嘛，很淡也不至于，对，一定中间，一定可以让你闻得到，不管你在做任何的活动当中，它绝对是持香度是够的，好，这也是潘海利根一贯的作风，感谢您的收看，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Podcast 朋友，谢谢你继续的。收听我们节目，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前半段了而且不断的在攀升。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一天介绍一支香水 ，QN 奢华美妆香水，下次见，拜拜，拜拜。